大家好，我是邱平，我现在在湖南的大山里面。这2年我来湖南也比较多，发现了很多古村落。基本上这些古村落都有它的特点。你像湖南岳阳有一个村落，他们上千个房间，户户相通。还有一些村落呢，被誉为最美的，又是最古老的。那么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古村落也有它的特点，它被称之是湖南又一个最古老的村落。同时呢，它里面采用了太极八卦图的形式，就一般的人或者外面的人来到这个村落可能会迷路。今天我们就来探索一下，我一个人进这个村落是不是真的会迷路。一把太师椅稳坐污水边，一座村子坐落其上，世人称之为高椅。从古至今，人们生活的地方都是靠近水源。这个村落是山环水抱，长风聚趣，高椅人视为风水宝地。在元朝的时候，一部分姓杨的家族从江西迁移到湖南这个地方，大概经过了4、5代人的迁徙，最终来到了高椅这里。当然，这个村落现在主要的居民是姓杨，但是这个村落在他们祖先来之前，其实就已经有人居住了。这个村落始建于唐宋，成型于元代，兴盛于明清。可以说，当时他们选择这个地方作为聚集点，也是有高人参与的。高椅背靠大山，面朝污水，远处看的话，就像一把太师椅在这里。我们经常说，很多地方聚集的像一只老虎，像一只青龙，它这里像一把太师椅，这是非常少见的。这个就能够形象地比喻他们村落节节攀升，越来越好。确实也是如此。从明朝初年，他们家族来到高椅这里生活，在这个600多年的时光里繁衍生息，至今留下了100多栋明清古建筑，因为规模较大，完整性呢保存得比较好，被称为古民居活化石。这个村落与我们经常看到传统村落不一样，它是如梅花状的民居聚集村落，里面充满了巷道，这些巷道错综复杂，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院院相通，户户相连，如九曲八卦阵。当地人也称之为5行梅花阵。我们之前在一些其他的村落说他们是每个房间相通，那这里大同小异。他们的房屋也是典型的赣派徽派建筑，里面有很多印子屋，跟不远处的洪江古商城类似。这里可以说是洪江古商城的后花园。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村落里面，很凉快呀。估计夏天的话，这里有风吹着都很舒服。那这边的建筑呢，有一些是100多年，有一些是600多年。你像这些，可能就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在这个村落还有一个比较传统的方式，我们经常看影视剧，大家如果看过的话，会有这样的：天干物燥，小心火烛，那是叫巡夜打更。在这里呢，从建村到现在还有，就是现在可能每天晚上呢都有人会这样操作。你看这里以前应该也是一个大户人家居住的，他这样的村落基本上都是有这样大大小小的通道组合而成。一般的话，房屋都是连通的。你像这一户，其实也算是大户人家，他这里还有个大门，门前面呢是一个屏风。他这个房屋呢是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尽管说这个房屋是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但是这些肯定是后面经过修缮的。这古村落真的是四通八达。我们又来到另外一个方向。这里的房屋呢比较有特色，而且大家一看就能看得出来。你看前面是不是我们经常说的赣派或者徽派的建筑？上面明显都有马头墙。马头墙我们也以前说过，它是防火防盗的作用。还有一点呢，他们每栋房屋啊，你看基本上是被墙壁分隔着，1、2、3，那是有好几户人家。它这个也是起到防火的作用。比方说，如果有某一处他们的房屋着火了，它就靠这个墙壁啊封闭了，就是不会蔓延到旁边去。还有一点呢，你看外面是砖，里面是木头，这就是古代的一种建筑方式，叫做金包银，就是用那个砖头包围了里面的木头，这个是冬暖夏凉。还有一点，在这个下面呢，看到有2口池塘，一大一小。这个大的是叫做黑鱼塘，主要是以前呢养鱼，
这个小一点的呢，就是观赏鱼了。那么大家会有一个疑问：这种池塘在村子里面中间，它这个水是固定的，不适合养鱼。其实错了，它整个村子里面，它有一个地下系统，跟这个池塘是连接的。我们经常在很多古村落都会有一个疑问：他们这个水是怎么排出去的？其实都是有地下暗渠的。他们这个村落从建村开始就对这个排水系统非常重视，地下全部是连通的。那么这个池塘的水到现在仍然是那个有点回流一样，所以说以前才能养鱼。我们刚刚说这里的房屋全是马头墙，从眼前的画面可以看到，这里的房屋呢是一个大户人家。大家猜一猜是干嘛的？这个是这个村落里面的钱庄，大家想象不出来吧？一个村落里面还有钱庄，一般我们是说在城市里面或者在古代以前非常重要的商贸重镇才会有钱庄，它这里呢也有，就证明当时这个村落有名，发展的很好。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当地有一个村民，当时在湖南长沙，他中了一个状元。只是我们说的状元呢，因为状元是在北京嘛，就是相当于他考试得了第1名。当时的县太爷为了表示嘉奖，就给他弄了一个牌匾，叫做盛世鸿胪。那当时附近的土匪还有一些地痞流氓看到这里呢有这个牌匾，就不敢来打扰。于是附近的呢那些有钱人呢，他们就把财产放在这里来保管，从而呢这里就慢慢演变成了一个钱庄。这个村落之所以能够保存这么完整，这是因为他们一直免受土匪他们的打扰。为什么？整个村落的村民比较信奉道教，他们的很多建筑呢就遵循了太极八卦图的那种理念，所以说一般的人或者陌生人来到这个村落很容易迷路。像从古至今能够保存比较好的村落，完整的村落还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在这个村子里面发现一个豪门大户，上面有几个字看到没有？关西门第，他是当时建造这栋房屋的主人呢，他要求后代要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为官。房屋呢建于清朝嘉庆年间，主要有2大特色，一个就是石头，你看它这个门楣跟大门全是由巨大的石头组成，里面呢也是用石头做地板，这里呢还有个中门，我们说的照壁。它这里的石头非常不一般你看长度有4米多，宽度1米。我们说现在弄一些这些石头呢，可能有机器设备，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在那个时期不容易就能够体现他们家里的财力雄厚，因为是从400多里地外的常德弄过来的，并且呢，他们这个上面呢，以前雕花是很漂亮的，窗上面雕刻的是蝙蝠，象征着四季有福。雕刻的石榴呢是福禄的谐音，这个水缸起到消防的作用了，基本上都有。你看这些都是历史的见证在上面看到一块砖，有雕了一颗字，应该是写的乾隆多少年建的吧，应该是这样。因为古代房屋也好，其他建筑也好，一般都会留下什么时候建造的。迷宫巷道，你看这些房屋都是比较高的，这些基本就是印子屋。在以前赣派建筑或徽派建筑的时候，很多印子屋它基本上就是住宅、商业、仓储为一体的，在洪江古商城是很常见。在高邑古村，每一栋建筑都有它的历史地位、历史意义。这个有多重这个几十斤几十斤来到这个村落，发现好多人在那个把白菜泡熟之后进行晒，这个很少见。他们说这种到了晒干之后很好吃，就是炒点腊肉或者炒点其他的。我搞不懂为什么会有这种方式？可能每个地方是有每个地方的特色吧。一般走到这样的古村落里面，古宅比较多，它的雕刻不管是石雕、木雕都有很多。你像这个窗户，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天官赐福。该窗花所在的房屋是清代建造，这个是一个花虫鸟兽组合的窗花图案，意义十分深刻
这个村落尽管说我们看到的建筑大部分是明清时期的，但是村落的整体历史远远不止600年了，起码是按1000年打底以上算的。因为在宋朝这个村落就有一些人物记载，包括这里有一座墓啊，是当时南宋末年、元朝初年一个人的，所以这个村落的历史整体是非常长的。这个村落其实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耕读传家的典型代表。尽管说曾经繁华的河域、商贸、图景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绿色田园风光，污水变得宁静，污水不像以前热闹闹，现在变得宁静。春天来临，绿荫盎然，这个村落还会继续欣欣向荣。